打开腾讯视频 APP， 首页搜索“平行时空遇见你”，更多新鲜视频、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像我这样漂亮的女生，值得梦幻的爱。所有的天的都想尝尝看，爱让每个女孩变好看，想被羡慕，想被祝福。I want your love。本节目由超好用的 APP 小红书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小红书遇见你，遇见完美生活。来杯莫吉托，遇见心醉时刻。本节目由七喜莫吉托联合赞助播出。关于爱情你怎么看？快来小红书搜索聊聊爱情吧，进入专题页参与活动话题，分享你的情感观点，每周更有机会被明星翻牌，获得情侣随心飞大奖。快来小红书说出你的心声吧！平行时空最佳人气搭档火爆评选中，上小红书搜平行时空，为你最爱的创作搭档打 call 助力，奖项将在第10期节目中颁发哦。2020年12月21日22点起至2月17日12点，登录腾讯视频观看《平行时空遇见你》，参与平行时空糖分补给站活动，为你喜爱的创作搭档发电。每周排名第1的创作搭档将获得片尾专属彩蛋曝光。喂，龙龙，你快到了吗？你快到了吗？那个我现在在厦门一个叫鹿港渔家对面的一个那个菜市场，我等你，马上过来啊！啊。哇，这是有人在拍电视剧吗？你是来演戏来了是吧？对，我把我的那个偶像剧首秀献给你了。好，我们俩今天演一个逛市场吧，逛菜市场啊。来，这边。因为我不演戏的，你也知道。然后我之前就是有过2次客串。所以在演戏上面，其实我是比较怕的。这次来主要是演戏，主要是演戏。那我走了，先。我演戏不太行啊。先炒菜。行。咱俩。那我就是爱吃东北菜。你爱吃东北菜？那咱就做东北菜，你就给我做东北菜。弄个云土排行不行？什么叫云土排啊？芸豆土豆排骨。啊，这叫云土排呀？对。那我太喜欢了，我太喜欢了。那女孩是谁呢？女孩是李一桐。哎，对，她为什么没在？她今天在厦门拍戏。等她回来，咱们做点饭吃了之后聊聊剧本，明天就可以拍了。哦。因为龙龙他创作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有甜度的歌曲，请他来，希望他给我增加一点甜度吧，向他学习。咱俩先去买海鲜，海鲜在这儿。你有什么想吃的吗？这顿饭是节目组买单还是你买单？我买单。你买单？我买单。我想吃那个龙虾澳龙，有吗？那种。澳龙。这玩意儿，哎呦！想吃了，连连。要不来亲一下？啊？来亲一下。要亲一下。对，亲一下。为什么要亲一下？来亲一下。亲一下。亲什么玩意儿？亲一下重量。亲一下重量。哦，称一下。啊，称一下。啊，哎。算了，这个太顶了，我们就虾爬子吧。那也行，虾爬子，那来点虾爬子。好，你两个男生出来买，没有老婆出来买菜吗？老婆还在路上呢。但是这顿饭吃好了，有可能，哎，有一些。这个先亲一下吧，先亲一下。亲一下。好，1.3。可以。40哈，过去了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挺逗啊，亲一下。你的女主角喜欢吃什么呀？你了解吗？她喜欢吃红烧肉。她喜欢吃红烧肉，对，这么可爱的女孩。对，咱们去买排骨肉什么的。
嗯，来点排骨和肉。选块好的，他要做给女主角，亲一下，谢谢。来6只吧，那来9只吧，祝你们长长久久。来点葱，亲一下。姜和蒜，凤爪，来点芸豆、土豆，亲一下。一定为了彤彤，反复穿梭于菜市场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大鸭肠。好，尝尝。这多少钱？这2块。这个我来吧，这个我来吧。我请。别，这个太贵了，这个我来，这个我来。都是哥们儿，都是。3块你就买1个呀，不3块钱的。啊，3块1个。我也是，你什么意思？啊，3块1个。你不给我女主角带一个呀？有心了，给她也带一个吧。9块。这个够的了。今天有点丰盛了。嗯，那东西都采购完了，好，现在咱们去做饭的地点吧。那我们出发吧。走了。来，哇，太好了吧这！哇！开始你的表演吧，琳琳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要做这顿饭吗？为什么？除了是欢迎你以外，然后一同收工了，给他尝尝手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这个剧本里，实际我演的也是一个大厨。那他是干嘛的呢？他是怀揣着一个想出道的一个梦，有一个梦想。那你们2个的职业呀、身份其实是还差距挺大的。对，他们认识很久了，就是一个成长经历，在经历了之后慢慢发生的一些情感变化。所以你想过这个故事的结局吗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就是在我的心里还是美好一些。人女孩想跟你有个好结局吗？也许不想。你演过偶像剧吗？我演过。是不是偶像剧演法跟其他剧还不太一样啊？都一样。我先去找个道具啊。什么道具？就是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缺点东西吗？缺什么？我去找一下啊。啊，找到了。来吧，我们上演一个偶像剧剧情吧。干啥？就是围裙会是一个偶像剧的大戏。所以等会儿呢，在这个彤彤来了之后，会由你为他系上这个围裙。所以我现在呢，就给你教学一下子，怎么给他很温柔的那种甜甜的感觉就系出来了。你是来给我上表演课？按任务来的，来吧，我教你。浪漫吗？浪漫吗？哎，浪不浪漫？浪不浪漫？感受到甜蜜没有？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是吧？感受到了。抱歉。这一步太重要了，你要从背后悄悄的，看到没？哎呦我去，我鸡皮疙瘩起来。继续。这时候小音乐一起，就是个浪漫。然后呢？从后头轻微的抱住他，说一句：“行不记得，行不记得。”来，你示范一下。我现在那我示范。我现在彤彤了。哇，这一下，哎呀，这一下感觉就来了。
哥行吗？哥行吗？我感觉不太行。等会儿这条就是彤彤的了啊！啊，等会儿就看你表现了啊！好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。那你们之前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片段吗？场景什么的？我们俩一个桥段是，他给我洗头发，哟，你俩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？要不是因为一个外来的声音，嗯，我俩都亲上了。什么啊？是啊，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屁大点事儿。对不起。感受到了琳琳的遗憾，是不是？快做，这都该准备都准备差不多了。先把这肉焯一下呗。这个小锅盖给它焖起来。哎呦，双锅操作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香啊！再来关切一下云土牌，云土牌可以让它咕嘟着。真棒！这个颜色一看就是不一般。来了。哇，这两道菜太顶了。嗯，这两道菜就够了，就。来吧，那我也着手下我的这道菜。老醋烹蛋。哦，这下边老滑了啊，龙。嗯，有油。可惜啊。等一下，我得把这油处理一下，要不等一会儿他来了，嗨嗨，哎，你好。你收了？哥，我收工了，我太香了，整个一溜儿全是那个香味儿。你先尝尝这个红烧肉，要不一会儿凉了。尝一个，哇！感受一下。有点凉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嗨，哎，汪苏泷，好朋友。好。好了。你再尝尝那个云土牌。哇哦，这样好吗？一来就吃吧大吃大喝。要不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。好好吃。哇，燕琳好细心呐！你是怕我滑，然后都铺上纸了吗？我不是怕你滑，我怕他滑。学习了。好想帮忙怎么办？哎，我正好需要鸡蛋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好啊，在哪里啊？就在这个上面。啊。哇，我个子不够高。晚上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跟彤彤说，我说彤彤，你帮我你递给我一下鸡蛋。但是现在我已经把鸡蛋放在他一个他够不到的地方了。这个时候就需要男主角出来了。快机会来！哎，他够不到是吧？哦，演员来了。这是给我设的什么关卡吗？你给的，他让你拿的，你给的。我觉得少了些火花，然后我也在想要怎么办。可以出锅了。不行，我也得给你们做一个。哎，我好，看期待你啊！我搜一下我的小红书。西红柿啊炒鸡蛋，哎嘿哎嘿哟，哇哦，这个可以脱皮儿。那你现在可以来准备了。我来了。好久没有炒过菜了。哎呀，我这穿个大毛衣来做饭，真的是。
你真要做吗？要做。来，给你系上这个。哦。哇，太好了。谢谢。OK。好嘞。哎，你们吃西红柿炒鸡蛋，要去皮吗？我刚刚看小红书上这个小妙招，就是直接开火给它烤一下，它皮糊它就可以下来。我们试一下呗。可以啊。咦，恋爱开放喽！哎，这么神奇啊！这个就非常快啊，一下子就下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炒蛋，蛋里面加一点醋。哦，这个我还没试过。来，怎么了？给你头发绑上，要不一会儿掉油锅里了。哇，王哥。太会了，王彦霖！天哪，小天使，小天使。Thank you。 What you say, don't matter what you do. My heart is yours for keeping. Do it 鸡蛋你喜欢碎一点还是个儿大一点？都可以。 repeating. Even 来，差不多可以下了。 a mistake I'm not repeating. A mistake I'm 要加糖吗？加一点点。好嘞，Thank you。 I really got. Let you 大功告成，开饭。耶！来吧，那就。真不错，好香啊！开始吧。哇，琳琳这个饭真的是我吃到家乡的味道。 真的好好吃。彤彤爱吃哪道菜？肉，哪个肉？红烧肉跟排骨没有之外错，红烧肉没有错，就是他精心做的。对不起，我太尬了。一共就2个肉哥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？还是因为这个节目？在这之前，之前认识。那之前认识的时候，两个人对方的第一次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反正印象很深刻的就是那个铁门槛。铁门槛儿。啊，铁门槛那是肯定是他的那个成名作、代表作。这是我的作品。然后你呢？你快回答人家的问题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很喜欢。哼哼，真的吗？嗯，她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孩。然后呢？她让我感受到了她身上的善良。第一次见就能感受到善良，对，太善良了。我们说一下戏吧，接下来我们剧情走向已经被我全都改了。但是我现在得了解一下你们。我跟你讲一下吧。嗯，我们俩是在1、2、3集，第3集就是这个情感最浓烈的时候，有吻戏吻上了，然后慢慢的在第4集的结尾左右吧，是出现了情感上的问题。哦，那就到我们这是一个转折点，对，很转折。那你们这个第4集阻力，那肯定是来自于我呗，对吧？就是我的出现给你们阻力了。哎，对哈，王导要加入。其实我还是想本色出演，因为更好入戏一点。我就演一个正常的那种2人迷就行了。然后可能彤彤对我是那种
很遥远的爱爱慕慕，很遥远的爱慕。很遥远。就我就好像是天上了一个星星，可望不可及。我觉得我吃饱了，导演，我今天试戏不是很开心，我先走了。等下反正我不欢而散了，拍不下去了，拍不下去了。我就真的可以就是变成一个这个行业的前辈，然后我从这个方面来告诉你，因为你现在正在上升期嘛。我不想用我的万人迷的身份给到你任何的好处，因为你还是要经历很多属于你自己的波折。好的，万人迷。反正你们俩对那个戏的了解可能比我多一点了，就是你们俩那个决定吧。好，我们但是万人迷这属性，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。又来了。因为如果你让我不去演万人迷的话，很难让人相信，很没说服力。可以，我觉得行。我觉得可以，你这个诉求，导演，我们认可。你小的时候吃过麦芽糖吗？我们俩今天去逛，碰到了。哇，哎呦，我喜欢这个，那个哎像糖稀似的那。它可以绕，太喜欢这种回忆的这种东西了。哇，我买到就吃了，他特意留到现在给你啊。哎，你们这有什么片段可以看的吗？我想看你们之前的那个，是不是有个差一点吻到的那个呀？我给你找一下啊，先看一下啊，让你了解一下大概片段讲了什么。那我就活哎呦该就是这个吗？当一个锅底儿的烂白菜吗？你看，就是这种多不合理，他怎么能够就是俩人就是能这么刚好呢？要来了，要来了！可以，你们这个剧整个质感很好呀，而且就是有那种很多经典的那种偶像剧桥段，有没有一点你歌曲名字的感觉？太有了，这非常甜，非常甜，甜到齁。就是你有没有一点就是脑海中那种你觉得高甜的那种片段？你都没有感觉吗？你都不知道你今天自己经历了2个非常高甜的瞬间吗？就是在你们这儿对啊，就刚才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我正好需要鸡蛋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，彤彤？哇，我个子不够高。哦，妍来了，妍来了。哦，所以这是你设的点是吗？有那种偶像剧感觉吗？说真的，2个，一个很直男，一个能在我的点上，可能那个鸡蛋太生硬了。其实我的概念里啊，除了在偶像剧里让人看到什么单膝跪地求婚啊什么的，就是我觉得特别甜的一个行为，就是男生开车嘛，那男生开车的时候，有时候小姐姐坐在旁边，女生坐在旁边，就是他过去拉那个安全带的时候，然后不经意间，然后扣上。演一下。好，我上车，我坐进来，蹦。哎，小姐你好，你是尾号3个7的那个吗？你专车啊，你是？尾号3个7。师傅走吧。那个你是尾号3个7是吧？哎，去诺金酒店哎，开会吧。我刚才刚送了一波那个去那边开会。行了，赶紧的走吧，别废话。话好多呀，这个司机。啊，不废话。哎，车上那个温度合适吗？专业不专业？这有个前提，这样我给你们安排个剧情啊。这个李一桐是从医院出来的，他双手骨折了，
他没有办法自己系安全带，双手骨折，合理了吧？为什么？重来一次，快点，双手骨折了，现在。欠钱被打了。车门都是路人看着说，哎呦，这个了太可怜了吧！上车吧，上车吧，上车吧！哎呦，双手骨折，天哪！折了，哎，骨折不行，不能动，打石膏了。哎，这个动作帮你关车门。哦，对不起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位美女你好，我们全程监控录制，那个我们绝对不会说对你做什么，我帮你方便系这个安全带。不做了。我就是满脑子都是想的砰砰和粉红泡泡出来的，然后就会破掉。行，我今天既然是带着任务来的嘛，就我们现在成语接龙。输的人我们要选择大冒险还是真心话。但现在是没有文化的时候到了。接下来啊，男主角，男主角。仅此而已。亿万富翁。亿万富翁，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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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，瓮中捉鳖，太好了，自讲自答。憋憋，憋死我了！5、4、3、2、1，就是你了，来吧。OK， 他生日几号？他生日9月6号。就是我还蛮惊喜的，就是他能这么清楚记得我什么星座和生日。这个细节我真的是特别在意的。你是9月17号。哇，你记得我？为什么你会记得这些东西？因为之前我看过你那个资料，但是我一看跟我同学一天生日。当时我和那个龙龙一对视，就觉得，觉得他就秒懂李彤心凉半截。怎么有我？你输了呀，琳琳，请问一下，你的心动瞬间是什么？心动瞬间，如果没有就答没有。有啊，我们在那个潜水的时候，就是他也没有在水下送过别人，就接收过礼物，我也没有在水下送过礼物，就是那个不是因为我去送，才觉得很甜蜜。我觉得是我看到他收到我这个礼物准备的礼物之后，他开心的感觉，我觉得很甜蜜，对，很心动。我觉得那个点是我的心动点，当然他可能也会有，可是那个点我可能还想再深入了解一些吧。你除了在水底下呢，还有这样的瞬间吗？哎，其实我觉得，在我看来，对你有那个感觉，还有就是你在专注的时候。对，因为我特别喜欢专注的那个状态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哎，那你其实就是喜欢别人专注的看着你，你就会心动。那龙龙这也不是，样看着你就会心动吗？那也不是。哎，你回答问题好虚无缥缈啊！他想表达的东西，他都会表达出来，但是我又不太会表达这个状态。我是渴望一个浪漫的男人，但是不会说处处都会戳中人心吧。没什么意思啊，鱼子酱跟臭豆腐的搭配，得说那个啊。开机，老板，来4级标场，鱼子。
交错了时间，缘分是在所难免，就许下誓言。哎呀，我那不明天要决赛了吗？我现在紧张的睡不着觉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明白了，一会儿等我吧，我先拿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一会儿等我。这干嘛呀，叶莲？你刚开始上班那会儿，每次下班了都来大排档等我收工，等着等着就睡着了，说我炒菜催眠。今天咱试试，看我炒2下能不能催眠。有用吗？试试呗。开心起来！走。来，干嘛呀？送你去剧场啊！你傻瓜，节目组有车来接的。怎么了？加油啊！加什么油啊？你得陪我一起去。哎呀妈呀！哎呸！你。我看不出来嘛，是她男朋友，你是她男朋友，林志玲的老公啊。不能进。哎，朋友，你是哪队啊？李一桐啊。哎，什么都不带，只要喜欢李一桐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来排，地上。李一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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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一桐。
有请评委汪苏泷为大家公布评选结果。好，他是一位气质很矛盾的选手，因为他有着甜系的外表，却有着解系的坚毅性格。他的舞蹈很具观赏性，在音乐性跟节奏感方面都有很强的表现力。我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讲述着他跟音乐的故事。所以今天能够 C 位出道的是李一桐。我来回来给你准备这个，哎呦想我们俩的庆功宴呢。哎，你过来过来啊！你看一下，这些都是我从庆功宴上剩回来的。他们说这个红酒啊，还有这个鱼子酱都是特别好的东西。OK， 接下来这些好东西就都交给我们家王大厨了。好，我搭配一下。和你搭配一下。啊。小心啊！来，尝尝。我要跟你一起吃。好吃啊，这个味道。你怎么想出来的？臭豆腐，配鱼子酱。鱼子酱和臭奶酪是绝配，但是咱们没有臭奶酪，拿臭豆腐凑合一下。我们家老王还真的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做饭小天才呢。臭奶酪是臭奶酪，臭豆腐是臭豆腐。这臭豆腐啊，注定是路边摊的货色。你这就是臭讲究，那好吃不就完了吗？像鱼子酱和臭豆腐这种搭配，在任何一个高级餐厅的菜单上都找不到。就像我跟你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像鱼子酱和臭豆腐
不是同一个世界的13人，我们的未来也不是也不是同一个人。美莲，你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在给我提分手啊？好吃。哎，你怎么跟上次穿的校服一模一样啊？不一样，这个是裤子。哦，然后下面剪短了，上面漂了个纱。这好暖啊，这话。那你会唱信仰吗？信仰。第一句什么来着？我不知道哎。哦。我爱你。啊。是这个是吧？嗯。哎，你也知道。歌词一直是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看你这感觉占我便宜。知道。试一下啊。我爱你是多么清楚、多么坚固的信仰。我爱你是多么温暖、多么勇敢的力量。我不管心多伤，不管爱多慌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，把我带到你的身旁。还可以。哎，这什么啊？哎，你看，这个是你吗？啊，小猴，对，是吧？这不是你吗？对啊，小羊、小猴。嗯，我给你放一块儿。看这个，这为什么把这个羊弄得这么肥啊？哎，羊本来就是这是小肥羊嘛？羊不是，你看。哎，你说我胖是不是？我没说你胖，这是小肥羊嘛？这是小瘦猴。因为猴子它毛稀疏，羊的毛它膨胀。你看这四肢都是很纤细的，但脸也是挺小的，你看。太逗了。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吧。行，怎么样？哎，对你不是说你已经写好了这个剧里的 OST 是我们自己要创作一下，到时候我可以弹给你试一下。我给大家弹一下旋律吧。这是我写的主歌部分。这样我给你弹到后面，你听一下啊。
到时候制作出来这个影视剧是有可能是一些倒叙的方式嘛，或者是一些闪回的方式，所以我当时想的是一些美好的瞬间嘛，所以当时我想这个词儿可以是这样，哒哒哒哒的瞬间，哒哒哒哒的瞬间，一直在强调什么什么瞬间，什么瞬间，什么瞬间。你想告诉大家这段美好的回忆，可以加一些让我们回忆的一些关联词，比如说是瞬间，什么瞬间，瞬间，瞬间，就是双押的那种感觉，就跟 rap 一样。双押哦 ，OK， 好吧。我觉得会音乐的男生还是挺好，我觉得是加分项。是闪着光吗？那我们坐下，去那边聊一聊吧，那块有火炉，还暖和点。哎呀，哇，这太暖和了。那个歌词有的时候是不是得押韵啊？那我们要不来，你说一句，我说一句。行啊。啊，先说。超越今天有点冷。冷。就等完了，我先卡掉了。没事，其实你不用太想逻辑，其实我觉得，主要想押韵，然后通过押韵再想那个逻辑就快。就是比如说，因为他今天有点懵。懵啊，懵是冷就懵就是 eng 嘛，冷也是 eng 啊。这就顺了，真的。懵不是那个 eng 啊。冷跟懵不一样。一样的，真的是一样的。冷跟懵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懵是吧？懵掉的懵。对啊，你看。懵 ，eng 对不对？冷。对啊，冷。lng， 对啊。不可能。啊！懵怎么会是跟冷是？你听啊，你听啊。我生气了。让超越今天有点冷，他说他自己有点懵，对吧？啊，对吧？你看是顺的。因为你们南方人可能喜欢说冷，对吧？但是冷就是那个是其实是冷。你换一个音吧，你这个音我不会。你就厚吧。厚。今天是一个美妙的邂逅。我怎么垮在这里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还有逻辑得对上呢？都还好了，我们就先练这个嘛。比如说，超越今天有点瘦。小侯，你说话也真的有点逗。小侯，你说话也真的有点逗。斗来斗去也只能说哦。还不如多买点彩票中一张乐透。这么厉害！侯明昊每天最快乐的就是把球扣。你开挂了？你怎么？你突然开挂了？拿着他的吉他找节奏。小侯，你说话也真的有点逗。侯明昊每天最快乐的就是把球扣，拿着他的吉他找节奏，还不如多买点彩票中一张乐透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啊？什么情况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你刚刚是演的，刚刚你不会是演的。我不是。我们那个想这个歌词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结合一下第一集的内容，想一下其中的一些桥段。那我们要不就根据剧里角色的那个心情和那个状态，对诗跟歌。觉得其实从对诗啊，以及对彼此的感受，是对歌曲其实也有一些帮助吧。可能回忆一下这个剧情啊，然后让它带入到这个歌曲里。Action。我知道，你脸怎么胖成这样？你是不是想这个？啊？你是不是想这个？不是，我刚刚想的是你的脸好圆啊。
是个几何图形呗，现在不是？但也没有表达不好看的意思啊。是吗？圆不算不好那看啊。圆是圆脸颜值高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是什么脸？我不知道我什么脸，我猪腰子脸。可以吗？满意了吗？猪腰子。对，窝瓜脸可以吗？可以，对，可以。或者设一个情境也可以吧？青梅竹马。好比你淘气吧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你3天没回家，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了，我觉得这事儿得跟你聊聊。好，好，拜拜。那你开门，3、2、1 ，action。可以了，啊，然后我感受到就是就一开始你是在质问，然后后面好像是你误会我了。对，我能感受到，这个是能感受到的。对，我意识到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的离开，而是说遇到了什么事儿，然后我觉得哎呀我好后悔，我怎么能那样对你，然后有点难过，然后看到你还那样，然后我就说那好吧，那你别多想，啊。是。差不多，我是能感受到的。真的，你终于感受到了。我也感受到。你终于感受到了，耶！所以我们写的那个 OST 可以是这个，就歌词可以是这个方向的，就是可以具体，其实越具体越细节越打动人。那我们来想一想。怎么样了？快好了。我主要是没思绪，就是写啥。我这么空白想有点难想，我先打个字。我想想，我看看吧。等会儿。其实我这个人对于音乐方面不是特别的擅长。然后，但是我又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不懂歌该怎么写，有什么样的格式啊，以及哪一段该写什么样的东西，所以就是又没有把握，但是又很想去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时候，就是会有点害羞，不好意思。等会儿你在写啊？我打了一个另一个版本，但是又发现又多了一个字。没有，多了一个字无所谓，多了一个字我可以解决的，你先给我看吧。这个词可以用啊。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束，落在记忆深处。对，是不是跟你那不一样了？可以，我觉得写挺好的呀。是吧？我给你唱一下就知道了。第一次亲你的瞬间，看着你害羞的瞬间，陪你通电话的瞬间，每一次的画面回不到那一天。我一幕幕的回顾，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处，落在记忆深处。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？有点细胞，有点东西。没有。然后后面就连到主歌，但我觉得我这词写的也不好，所以我可以换一下。换一下，就类似就是
熟悉的目光已没有了我，熟悉的目光不再为我停留。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守候。等候。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还是最后的温柔？哎，这个还挺符合的。我觉得当时那一刻我俩都挺有成就感，因为也不是很牵强的想出来的，就是写出来还挺舒服的，然后也挺适合我们这个剧的。哎，如果以后要谈恋爱，我一定要找一个歌手，会写歌，然后歌词写的特别美。我对于那种歌词美的那些歌，我特别喜欢，就是对音乐也有一份向往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一句歌词儿想送给你。歌词？对对对。什么歌词？我写你这上面。这不刚好是你吗？嗯。哇，这小杨真的背负了好多。对，小肥羊嘛，他那个好写字儿。可以。好。你是最胖的，也是最棒的，加油！好。这不是歌词吧？是歌词，就是真的是歌词。小羊，你是最胖的，也是最棒的。加油！不是，你这个已经变成儿童歌曲了吧？其实今天相处有很多过程吧，让我看到他那个比较腼腆嘛，就我有我的方式鼓励他。他其实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他老是喜欢就是说一些话什么的，会让我生气什么的。但是我有的时候情绪不是特别好，就他其实还是蛮去关心我，然后也在去帮我去调整状态什么，其实还挺温暖的吧。可以先走一个啊，先走一个，要不你们先合一遍吧。啊，再录一遍。这样我就单把他这一段录了吧。也行。先啊。他是男生哎，我跟着他的声音吗？他的旋律，你要后面调还是？没有，他好像女生调，对，后面8度上一点可以。你的调了已经。啊。那个超越，我给你录2个版本啊，那个超越2个版本你听一下啊，一个是正常原本我想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卡正拍，你可能唱的会舒服一点的那个。先第8度了啊。哎。呼吸贴近的温度，我一幕幕的回顾，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处落在记忆深处。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？然后我再来一个那个高8度版的吧。呼吸贴近的温度，我一幕幕的回顾，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束落在记忆深处。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？我们先把这个来了吧，先录这段吧。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，因为他这个是反拍的反拍，比较难卡，确实比较难数啊。因为的确这个歌对我俩来讲，包括对影视剧，呈现上来讲，都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。可能越重要越有意义的事儿吧，他就会特别重视这件事儿，然后就会有点紧张。要不我们现在就开个声什么的。行。先练练声呗。那个纯颤音你会吗？什么呀？啊，然后你直接发给啊。
对的，好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哎，我们全程会不会录这嘴巴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唾沫四溅是吗？不会的。然后是有点。我感觉我嘴已经麻了。啊，对，因为就这样，鼻子也麻了。就这样，一会儿唱的时候就感觉全通了，就会很舒服。你想再练一次，还是说我们那样唱？那来吧，来，我们一起。对，熟悉对，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？有感情的，感谢。我也许我会了吧。我有我的方式鼓励他，没有那么多原因。我觉得就是很多方面，他可能都会有在去担任引导啊，以及帮助我去做这件事儿。如果他不帮我或者不认可我的话，其实我也不太敢去做这件事儿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我帮打一下那个第3句那个拍子吧。呼吸贴近的温度，我一幕幕的回顾，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束，落在记忆深处。哎，我觉得可以的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对，那没问题的。好的，可以。想停留在我们彼此的温度里，在这平行的世界里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。想停留在我们彼此的温度里，在这平行的世界里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。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太多了。这个有点故意扔包的感觉。咔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都说他跑不好，哎呦。超越，我们试一下。你先别想自己一定做不好。我这一想，我就老是手往后抬，我这个肢体动作真的是，哎呦，太差了，我控制不好自己的身体。嗨，我这长这手干嘛用的？我长这脚干嘛用的？起来，起来。等那个来之前，我们先试一下吧。如果你这样拿着呢，会不好一点。就如果别，因为这样它的抡的那个过程太多了。如果你拿这儿，或者你这个脚一绊。那怎么扔的呀？为啥我扔的这么？这特别简单，这样，跟我学一下。如果你跑了吗？跑，你跟我走，你手上有啊？走这手，这个，先这个脚走，然后走，然后这个脚泄劲儿。然后这个可以。然后没想到他遇到这种特别认真的事情，其实还是特别那种较真儿的。我觉得坚强这个词，其实是我和他拍戏中，在他身上看到的一点吧。对。我觉得可以，但是贴近点吧，我们。好，可以。过了。这个太难了。 3、2、1，开始。这个送给你。
你拿我东西穿的，这也要送。那你不要算了。哎。因为我不是因为我们刚才没商量，就是我们该怎么样，所以我也不敢动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尬在那儿了。就是亲之前稍微有点不是很顺。那你不要算了。哎。啊，你感觉啊，对不起，我这目的性很强，没事，因为我一有那个什么，别有压力，目的之后，我就整个人就显得动机很不纯。那这样吧，的话，那导演，那如果不小心掉了呢？就我俩都。碰到啊，这样也因为其实这样客观原因导致咱俩碰上，这真能碰上吗？就让他碰上呗。那如果碰不上怎么办？再来一条就好了呀。不是，如果碰不上，如果那种我就觉得，反正现在这个年轻人我就轻轻亲一下嘛。非要搞这个对，我就不信那些偶像剧里面意外真的那么发现，早就磕得头破血流了。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意外嘛？你自己的爱情不把握自己手里吗？还等着意外来帮你？那你单身一辈子吧你。就敢爱敢恨嘛。好吧。好，来。 3、2、1，开始。那不要算了。哎。 停。看一下回放。超越注意，你看，你其实第二下你不用赢他。啊。对不起，sorry，我假装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嗯。你俩那个其实高低差有点大，你俩头再这样子一点错一点，现在有点错太多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我这样？回来一点。啊，回来一点。对对。OK， 好。好，开始。在这平行的世界里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。 简单又素雅，这款珠光又美丽，快来看，戴上我的手链，你看，草莓水晶可以脱单，看一看，很好看的，买1送1，跟你讲，绝对的，你戴完立马就脱单，怎么样？哎，美女，来，新做好的，你看看，那这款你们试一试，新做的绝对好看。哦，对了，还这款，还有这条。 买1送1，20，怎么样？你们看看这条，还有这个。啊，妹妹你来了。哎，姐你来了。这个手链你帮我改个款式吧，我都戴腻了。哎，可以。但是姐你要等一会儿，我这还有2个客人呢。来，你们喜欢的放这里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能改的，你现在又让我等，要不你给我退了吧，我不要了。姐这个，哎，赶紧。都戴过了怎么退啊？哟，你怎么说话的呀？我戴过还不能退了呀？ 快点，你能不能退？你赶紧的，真是啊！能改。姐，你快坐。我给你送个美甲怎么样？我给你送个美甲，你等着也不无聊，是不是？现在美甲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有你啊！啊？那，按照这个改就行了。 我不改。哎，改不改？不可。姐，你手真好看。哎呀，那可不。做的不错，你现在。
哎，太麻烦了，终于穿好了。没想到还挺心灵手巧的。来，姐，给你带上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走了。好，姐慢走，拜拜，姐。谢谢姐，拜拜。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哎，大家快来看啊，快来看，帅哥穿珠全场6折，来看一下。啊！快来看，快来瞧，帅哥穿珠全场6折，快来看。穿什么珠啊？你才珠！说的珠。我可以和他合影吗？啊，当然可以啊！快来挑挑喜欢什么，买完单立马合影。不是，你可以，我不可以啊！你怎么还得寸进尺呢？城管来了！快收啊！来了你干什么？快收啊！你这怎么收拾啊？快！你快收啊你！快！拿着，快拿着！站住！别跑！第一次亲你的瞬间，看着你害羞的瞬间，和你手牵手的瞬间，每一次的画面回不到那一天，呼吸贴近的温度，我一幕幕的回顾，你的画面已停住，阳光洒下一束落在记忆深处，熟悉的目光已不再为我等候，难道解脱才是最后的温柔？我们都习惯了彼此在陌生的轨迹，习惯了不在一起难以释怀的压抑，还来不及亲口说我爱你，始料不及不愿相信，无法改变的距离，我还是无法抹去初次相遇的痕迹，看到你害怕就把你藏入我的怀里，想停留在我们彼此的温度里，在这平行的世界里，你依旧是我的幸运。你在学校不好好上学，出来摆什么地摊啊？这是我的梦想。你的梦想？摆地摊？这只是第一步。我是从小地方出来的。我爸说，既然考上大学出去了，就不要回去了，好好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做一名优秀的设计师。我想用简单的搭配让每个人都变美。虽然我现在做的就只有手链，
但我以后一定会有衣服、鞋子，还有自己的品牌。原来你这么有自信。我当然有自信啊。万事开头难，中间难，结尾更难。难道因为难就不去做了吗？我如果都不相信我自己，谁还会相信我？你呢？你以后想干嘛？我以后想做，我以后要做的事情，我自己知道就好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就跟我说说呗。我想创业挣很多钱，买一个属于自己的院子，每天都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在院子里面遛狗。你的想法还挺实在的。也不知道这么这个送给你。你用我的东西穿的，这也叫送？不要送。哇，哎，这个灯很公平。今天要放大招了，要放大招了。对，要上你的才艺了。我？你最拿手的。我最拿手？舞蹈才艺。对，其实我从小就有舞蹈底子。哇！从小就学跳舞。对，那时候在少林寺的时候练的一些独门。好，算了，不要闹了。我没有学过哎，我大概练过而已。跳舞在戏剧表现上是很浪漫的桥段，现在故事的铺设当中，我觉得也是应该有这种浪漫、很甜的这种很唯美的部分，所以刚好就找到了这样的素材，然后也找到了跳舞的老师，然后约着以豪一起去学习跳舞。那场跳舞的戏如果处理得很浪漫，算是名场面。哎，看这个名场面。我喜欢的。这我没看过。哇塞，这个把它抓过来。
这个就是踩在男生的脚上，但是很浪漫。这我会，这我会。你会？这我会。嗯。我不能真的踩你吧？就真的踩。真的踩啊！我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为什么呀？啊，我踩你的脚。不会啊，这很一下就干净了。这样好好玩哦。我觉得这可以耶。它其实没有什么舞步，但就是很浪漫。因为它是一个浪漫的氛围。对。我还有你的视频。你想干嘛？到底我有什么东西好可怕？你自己做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有失忆症。不行吧？这个不要看呐！哎，这个发型不错。哦，好了，拜托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但我们这次要跳的舞风跟感觉，我今天请了2个老师来帮忙。Hello， 老师好。哇，好漂亮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秦凯老师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2位老师。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我们是有诉求的。啊，我听说了，听了那段伴奏，为您设计了一段舞蹈。哇塞！动作呢会带有一些剧情在里面。难吗？我为2位老师编排的呢会相对的简单一些。在这平行时空里，是命运交错我们在一起，就好像某种约定，让你和我。这个有比较简单吗？这个不简单。这就是我为2位老师根据我们的伴奏来编排的舞蹈。那么接下来2位老师跟我们一起把这段舞蹈学习一下。我以为这只是欣赏的部分。我觉得好难啊！这没有比较简。原本以为很简单，我原本以为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可能是有三个步伐或者什么的，想办法又转啊，又跳啊，又抱啊，然后很丰富。这是我练过最复杂的舞蹈，我每次拍戏都好简单，就1、2蹲，2、蹲。可以啊，你这个就这样子。好，那么2位老师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一下。哇，这真的是就直接来了，记得下来的吗？男生的左手来牵着女生的右手，先互相对视。走，1、2、3、4。左脚退一步，然后把秦岚老师拉到你的怀里。然后姚老师，你要非常帅气的回头看着秦岚老师。我们要有这种眼神和情感的交流，尽量鼻尖靠近。我觉得我会笑场的。我们站近一点，我们的眼神，看着对方，泪骨接住对方，合体的概念。
搂住女生的腰，向后退。我的妈呀！看着对方走。哇，这一堂课不简单。对，我觉得好难。秦岚老师以前是有舞蹈功底的，就是你跟 dancer 练的时候还是不一样的。相信我。你可以的。没有这样跳过，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。对，还是要多练习。我们先这样，我们跟舞伴站的稍微有点距离，然后把拉长的部位向前放在脚尖上。有没有接触到感觉？有。然后我们保持这个感觉去移动。走，1、2、3，2、2、3，3、2、3，4、2、3。对，很好，很好。舞蹈是可以产生爱情的，我们需要在跳动的过程当中，跟你的舞伴更有眼神的交流，所以2位老师需要注入多一点的情感。对的。我教2位老师一个技巧，我们会用鼻尖去找对方的鼻尖，看看2个人的默契够不够。那睁着眼是最低难度的，闭着眼睛是最高难度。是闭着眼还要走直线的。对。闭着眼，要找对方的鼻尖。哇，这也太难了！如果突然头跟头撞到了一起，那就是另外一种效果。但我这前面有做，可能不太能。贵吗？贵吗？我也有。我这个蛮贵的，你那多少钱？那时候花了所有家里的积蓄。是吗？我还借钱呢，还贷款。2位老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试一下，是的，找默契。最胖。对，最胖的。小步的走向对方。对，很好。对，非常好。可以试一下闭上眼睛。那太难了。去感受，去感受。很好。去感受，很好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还有一些问题，就是动作一定要达到那个速度和那个力量，才能把这个动作的效果跳出来。哇，很好。哇，很帅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可以的。是最胖的了。确实，跳舞可以让2个人的关系会比之前要更亲近，然后更快的有一些进步。所以我觉得，它是一次很不一样的体验。因为我们就是要传达我们彼此的爱。我觉得这个爱其实感觉蛮高级的，不会是一般那种告白或什么的。我们是用跳舞的形式，默默的传达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希望可以利用这个舞蹈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或让大家看见我们不一样的感觉。跨越空间，跨越距离，时间这长河里，所有种种不可思议，让缘分解释我和你，让时空做了程序，遇到对的你。哎，这家店好像很特别。我好像在小红书有看过它。你
在小红书看过？是啊。小哥小姐姐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脱单左转。嗨。左转。对，我们店呢可以许愿，可以脱单，还可以看故事。许愿就能实现吗？对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愿望墙哦。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故事区，也可以进去看一下。看故事。故事走。按第一个。好的。一般都怎么拿呢？这个秘密歌可以就是男生抱着女生上去拿。Oh my god！ 可以吗？好。原来用我们跳舞的那一招。对，来1、2、3。5。啊！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，你太棒了！不太重了吧？还好我中午没吃太多。不重，一点也不重。是不是有一种关系只能做朋友，不能说破？这件事没跟任何人说，谁看见了帮我保密呢？那你们都要帮忙保密了。还想看什么？戳天阁、初恋阁、公益阁、遗憾阁，遗憾要吗？啊，遗憾阁最多。对，为什么这么满？对，那个就是最多的，遗憾最多。选一个。不喜欢有遗憾。我现在很享受孤独，一个人听歌，走在路上，自在、轻松。原来黏人的我，因为和初恋分手，改变了。我本以为我会永远放不下他，现在走在江南的小路上，和朋友玩得很开心，快乐最重要，哈哈。我也觉得快乐最重要。第一段恋情肯定是很难忘吗？真的。分开就觉得啊，天要塌了，然后你走过来会发现天一直都好好的。但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没有放下他。应该说初恋好像都会有一个位置在那里的感觉。你的初恋呢？我初恋了。我初恋了。哎，你的初恋呢？我的初恋在家呢。哇，这么幸福！我和我男朋友也是高中在一起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超过10年了。我的初恋，我是一个没有前男友的人。太厉害了，好棒啊！那你的呢？我的是我1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学要毕业了吧，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白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一直不太敢去接触，然后最后是逼自己该跨出这一步，然后你去告白了，然后成功了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你就跟他说把眼睛闭上，然后呢？我就亲下去。还挺浪漫的呀。但其实我完全在发抖，因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我就默默亲下去之后，我想说，那可不可以给到一个回应？就是回家之后他思考一下要不要在一起这样。然后就到了晚上，他都没有给我回应。我想说，天哪，这等的真的是太心力交瘁。我想如果他需要思考那么久的话，那就不要好了。我就凌晨的时候拿着手机就传讯跟他说，那我们就当朋友就好了，不需要。就是这样，因为如果你思考，应该有你的顾忌在。然后我早上就要打电话想说他怎么还是没有回我讯息，因为我都说那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。那时候我还记得，我不知道我是哭还是怎样啊，真的。因为那时候就觉得，然后早上打电话之后超好笑、超戏剧化的。您的电话因截至目前并没有缴费，但是所以我那封讯息根本就没有传出去啊，真的。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收到我说我们当朋友就好。然后早上他就说那我们在一起吧。哇，太棒了，那就是缘分。哎，真是可怕！你讲自己的东西这么可怕。我们走吧，去那里坐着。我会发现遗憾歌是最多的哦。那你有什么遗憾的事吗？因为其实我，
平时生活属于秦岚的时间挺少的。我可能从20岁开始就一直工作，然后都是有工作团队，有身边的人。然后那年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年，就刚好那年的工作往后delay 了，推了1个多月。然后我爸妈呢，就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去三亚，然后突然你一个人在北京了，是，那样就自己呢就是还挺寂寞的。然后我就那段时间特别逗，我就会发现，就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自言自语。比如说我今天健身，我说哎，今天要练1个小时，加油。然后我就自己去。比如说我哎好渴，我去喝个水吧。这个也会讲。对。然后我就把自己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拍戏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一些 OS， 我会觉得这什么鬼啊？谁会跟自己讲话呀？什么鬼？结果就发现自己真的会。那样就自己呢，就是还挺寂寞的。就我刚刚听你说，我又发现你常会说什么鬼啊？对对对。那我问你啊，什么？上次我送你的那个帐篷星空，啊，我也想知道。怎么了？因为那时候你也说了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哦，对。其实我在那时候自己在弄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其实我内心真的也是什么鬼啊？因为我觉得那个星星我觉得没有办法打动到我自己在弄的时候。但后来你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也是先说什么鬼啊？因为男生有时候准备惊喜，然后就也还是会想很多嘛，但你后来又很开心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那小兰是因为后面的开心是为了让我比较开心一点，顾忌了我的感受。一开始我觉得他没有很感动，我才会有一个疙瘩，想说你的什么鬼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想了解当下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。没有。真的吗？它其实就是一个语气助词。其实那天我还真是挺感动的，真的是人生第一次，就在那样的环境吃火锅，然后又露营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然后，哎，我想如果那有星星该多好。所以那天我就是天哪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就可以有一个这个？我是当时很惊喜的。对，因为我还是希望可以真的给到那个惊喜，所以没有，是真的被惊喜到了。太好了。我挺吃惊的，因为我都忘了我说了那句话了，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就这么在意我当时随口说的一句话，我就觉得他很暖很暖。有时候自己还是想太多了，就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惦记，或者不要有保留，让我们真的是打开彼此一个小小的东西。对，想要给你满满的惊喜。那你那个惊喜是给秦霄兰的还是给秦岚的？给秦小兰的。很惊喜，谢谢刘小浩。你以后如果有话的话，你可以不用跟你们家的猫说，你可以跟另外一只猫说。另外一只猫？加菲猫。我应该用加菲猫吧？加菲猫的定义是什么？贱贱的。贱贱的。有事也可以跟我说。好开心。我是一个好学生。Hello， 小兰，你来了，请坐。好的，好的。C 位，你是 C 位，你还好吗？感觉这样很冷哎。我在想一会儿跟林总怎么演。你会期待林总吗？不，我不期待，我很害怕。为什么要害怕？因为我今天穿的有点少。
然后跟一个陌生的人搭戏，不陌生，很紧张。你应该也见过他，特别厉害的。我好期待啊！特别厉害的，我也很期待你们演。谁啊？就很像一个，你露出一个刚才爸爸，不是爸爸，是霸道。领导啊。Hello。秦霄南。Hello。他们骗我，他们说林总是一个特约演员。我就是特约啊。走。哦，是你我就放心了。怎么样？你们录的？很好啊，很开心。之后我们也会跳一支我们之前练的一段舞。你们还练舞了呀？对啊，我们练了一段我觉得很唯美的舞蹈，很浪漫。试一下。这样，然后抱起来。不行哦，认真的舞蹈，认真。我也觉得很棒，很浪漫。然后我们那个眼神的对视啊，然后那些肢体真的都很美。我们努力把它拍成一个绵长的。如果拍戏遇到就是男主跟你搭戏的人是以豪这样子，情不自禁爱上他吧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问嘛，就是演员总是会有这些就是投射嘛。我就觉得，如果能跟以豪拍部戏，也是很幸运的事情，会很享受。我就很期待你们两位在这个戏里面，最后能够呈现给观众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。当然这个还是需要真实的情感上面去做基础哦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道哥。哦，谢谢。先凝视再接，还是先凝视吧？这样吧，先从那个收那个动作。好，他很好，他有很多眼神的东西，豪哥也可以再多来一点这种。然后我可能会下来，然后这样看着他，我再下来。好，我再亲的意思。对，然后亲要亲很久，要亲很久。但刚说眼神是哪一个 moment 的那个眼神？他看你有很多眼神，对你一直在看他嘴。你说亲的时候吗？对，亲之前呀。你是怕瞄不准，还是怕要亲到下巴？这是心理准备，我感觉真的吗？并不能错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对，多来点心理。你真好。是吗？原来我亲的时候一直在看嘴。咱们直接来。咱们直接来，来3、2、1，开始。你是我时光的秘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这身新的西装。是雪花貂绒真丝、澳洲骆驼毛混纺南极哥斯拉细胞壁的高级定制，所以我穿着有点不太习惯，发挥的不好。哎，这些家里18个酱香黄檀的衣柜都已经装不下了，干嘛还要再订新的呢？那么浪费。看来我又要开掉这个月的第32个助理了。林总，跳得挺好的。挺好个什么呀！我的水平顶多也就只能算是国内的顶尖。近点顺你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试一试。干嘛插我你？林总，我这次来是想跟您聊一聊刘导的那部《甜宠记》。创意还行，就是你有点不像民国的女人。我不像民国的女人。那您觉得民国的女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？高贵美艳，风华绝代，就像那个什么金什么金嗓子周旋？不是，
金秀娘。金秀娘，你没看过呀？民国奇人传呀。哼，你还需要多一点文化的积累哦。那个女主这个娘可以呀，就很细。你看明总的眼睛都看直了。咱们这上午有戏啊。照这个趋势的话，今天晚上明总，我认为的民国美女跟您理解的可能不一样。哦，比如张充和虽有每日熟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左传》《诗经》，为人低调淡泊，而且有一手妙笔丹青，这样的女子才为性感。还有另外一个潘素，大婚之日着一身素服，气质风韵高古，直比古人。这样的女人才算是风韵。我们还是继续聊相吧。不用，我觉得你有一种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文化的味道。小手一拉，心里开花，一路嘻嘻，绝对有戏。有个屁呀！哎，给我回来！人家是为了你的片子才去跟明总打交道的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呢？没有想过是这个样子，你不需要他这个样子。你不需要，人家需要。你不说那个女孩喜欢演戏，说不定人家明总一高兴了，让她演个角色不是，相互成全了。你呀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尽兴。你看那边，96年的黑钻小2000美元还在吃，人家明总是花了血本买回来的。今天晚上会酿成黄土茶，咱们把这个酒喝。不，走，这个太贵重了。不要说贵重，说高级。但要说高级的女人，你身上还少了一点东西。少了什么？高级的性感。明总，不要再反驳我了。你今天晚上已经反驳我够多次的了。秦霄兰，来看一下这个香槟塔。你是谁？你的名字，你所谓的自己，通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哪一层。这一层。我上个厕所。不管你是秦霄兰也好，秦霄雨也好，太多了，别人喝了也就忘了。能成为塔顶的这一杯才是关键，而我就是那个能够让你攀上塔顶的男人。我愿意，你就是高级的女人；我不愿意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明总，哎呦啊！就算我们秦霄兰不拍你的戏，他在我心目中就是永远的大明星，是个巨星。你就什么都不是。我想把你捧成一线明星，不是用你说的那一部戏，而是我手上的每一部戏。这不是刘导，有事吗？哦，这么老套呀？那我也得老套一下。难道你想让他继续跟着你，像你一样无名无姓吗？嗯？明总，我想您应该还不太了解我。像您这种人，80年前我就见多了。坦白的说，我连他们当中最差劲的都不如。一个戏拍不拍，
我觉得是凭我自己的喜爱，还有我自己的演技。你的这种机会，我根本没看上。演技，人生如戏。林总，哎，闭嘴吧！像我们秦霄兰不演你的戏，她在我心目中永远是巨星，是大明星。走。林总，在你眼中，我就是香槟塔中的这杯香槟吧。不要小看塔里的任何一杯酒。我叫秦霄兰，波澜不惊的兰。站住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跑啊！好。有人在追我们？对啊，你刚可是打碎了一堆黑钻香槟呢。你打的也是亿万富豪啊？那怎么办？今天没有机会和你跳到舞，请问我可以邀请我的女主角跟我跳一支舞吗？那我当然要给我的男主角面子啦。似曾相识的记忆，仿佛在某个场景见过你。我想你和我一样，没法说明，却有相同的感应。在这平行时空里，是命运交错我们在一起，就好像某种约定，让你和我相遇。爱上你，跨越空间，跨越距离，时间这长河里，所有种种不可思议，让缘分解释我和你，当时空错了程序，遇到对的你，你是我时光的秘密。
爆炸了呢嘞！好嘞，你二位等等。不好意思。其实接吻是，接吻是我们现代人一种祝福的方式。对，你渐渐就会习惯了。所以我在这里祝你平安。那也祝你平安。你觉得刚那人是不是故意的？旁边路明明就这么大条。对姐弟恋有什么看法？我喜欢你。再见，我可能录不下去了。要换人了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你就饶了我好不好？你看我心会很痛，心会很痛，一痛再痛。我想你，我的脑海，我的心，我的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说着我的想你。那两个人一定都各自有各自的频道，但是最重要的是理解对方的频道调频在哪里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太阳一样的人，去照亮身边的人。新的一年，杨超越越来越好看。希望侯明昊新的一年可以多点时间打篮球。因为今天呢，你整蛊他整得很厉害，所以我们两个想反整你一下。完美 ，music。有感觉到被人在意到的话，那其实整个过程是女生其实还比较向往的一件事。完了，我感觉我脸红了。陪着我经历了很多挫折，我会陪着你一起经历的。我们都在。他会不会是在等我亲他？他真的喜欢我。处对象吗？我们在一起吧。好。现在就上小红书搜平行时空猜剧情赢大奖，一起瓜分10万现金。2020年12月21日22点起至2月17日12点，登录腾讯视频观看平行时空遇见你，参与平行时空糖分补给站活动，为你喜爱的创作搭档发电。每周排名第1的创作搭档将获得片尾专属彩蛋曝光，每周店里值贡献前3名的用户还能获得艺人随机签名照福利。总榜第1的用户可以获得节目中指定艺人使用签名道具1份和指定艺人签名照1张，总榜第2、3名用户可获得指定艺人签名照1张。准备，摄影师接机。咔。弹一下，超越弹一下脑门儿。同桌。你真弹呗，你要弹就真弹，要不这样，要不你顶我一下吧。怎么顶啊？就是那个就是。顶着我一下。不用那么凶，是个牛吗？蹭他一下，蹭他一下，像小猫一样蹭一下。就他那个磕，我感觉是我捏着嘛，你撞这，就是那样撞一下，不是。那怎么撞？是往上怼一下。轻轻的蹭一下，这样。怎么蹭？往上。你还老说我不会那个，你老说我不会谈恋爱，看你还好。那我咋？对，就是小猫那样蹭一下那个感觉。我试试，你试一下，你捏我。其实跟弹脑门是一个意思。那你蹭一下，我看看。你给我示范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会，我就想的是那样。你不会，你说我。那我来给你们试一个，来，就这样吗？大擦掉。不是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是他这样是吗？是的。我其实刚那重量还行，我觉得还行，就是就那样。对。太难了。2个不会谈恋爱的人互相说对方不会谈恋爱。走起来，开始。以后年年圣诞都要一起过。啊，不，说错了。被我填昏头了是吗？对，填昏头了，来，从头吧。我真紧张了。好，准备。
给你把它藏起来。给我一场偶像剧的给我一次街头上的拥吻，多浪漫，就在这里，不管多少人正在看，像我这样漂亮的女生值得梦幻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、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上微博带平行时空遇见你话题词发博，边看边聊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。